林峰，你个没良心的！今天最好跟大家说清楚，前天这猪肉明明还是8块5一斤，今天凭什么收我家老头子9块5？大娘，最近生猪产量下降，批发价昨晚1斤就涨了3块，我这只加1块钱，人工水电费都没算，纯属为了咱乡亲们方便。不挣钱你还天天在这卖，谁信啊？你爸妈当初走得早，咱村里谁家没给你吃过2口饱饭？现在你村口摆摊发了财，倒想赚起乡亲们的血汗钱了。就是，年轻人不能太贪，9块5一斤，城里生鲜市场也就这价吧。咱们愿意来这儿照顾你生意，都算给你面子了。就是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？自己为了报答所谓的恩情，每天天没亮就起床，风雨无阻，卖的肉永远是最新鲜的，价格永远是全镇最低的。遇到家里实在困难的，甚至分文不取，结果仅仅是因为为了保本涨了1块钱，这些人就瞬间变了副嘴脸。疯子，不是我说你，做人要厚道啊。建国啊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好好看看你家这外甥心怎么这么黑了？乡亲们，大家听我说一句，他做的这些事儿，我这当舅舅的害臊。林峰啊，你太不懂事儿了。咱蔡徐村讲究的是互帮互助，你这么搞是坏了村里的规矩。舅，那你说该怎么办？这倒是好说。你弟林栋最近正愁没个正经事儿干，我想好了，这猪肉摊是村里的地界，不能让你一个人站着。从明天起，这摊子交给他来打理。来，林栋，你给大家伙表个态。乡亲们放心，我不像林峰那么自私，我接手后价格直接降到7块5，哪怕我自个儿倒贴，也不会赚大家的血汗钱。好，林栋够爷们儿，大家伙看看，这才是干大事的人。林峰，你学着点吧，赶紧把地方腾出来，以后咱们只买林栋的肉。行，既然大家都觉得我林峰在坑你们，觉得林栋能让大家吃上好的土猪肉，那这摊子我今天就不干了。早该这样了，赶紧滚，别在这儿碍眼。哎，你干嘛呢？这些猪肉、这菜刀，还有这台电子秤，你都得留下来。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掏钱买的，凭什么留给你？凭什么？就凭这摊位是村里的地盘，你免费占用了这么久，这些设备就当是给大家的补偿了。林峰，做人要讲良心。你舅舅我当年没让你流落街头，现在找你要点东西补偿给大家，你还想抵赖不成？乡亲们，你们说这东西该不该拿？该留，现在这是村里的公共财产，必须留，不能让他带走。这些都是咱们买肉的钱换来的。对。我看着林建国这个口口声声说当年收留过自己的亲舅舅，父母走后他以替我保管的名义强行拿走几10万的抚恤金不说，自己在他家干的比牛多，吃的比猪差，还得给林栋这个表弟当牛做马。行，你们要这秤，要这肉是吧？林峰，你这是破坏咱公共财物！林建国，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我的舅舅。林东，我也没你这个表弟。大家以后想买便宜又好吃的土猪肉，尽管找他们。滚滚滚！谁稀罕你那些破猪肉？明天老子拉来城里最好的土猪肉，馋死你！林东啊，这猪肉看着颜色不太对，发暗。大娘，7块5，你还想要啥成色的？纯正土猪肉，爱买买，不买拉倒。批发价8元，卖价7.5元，一天买120斤，一天亏60，加车费邮费亏200，一个月亏6000。爸，这玩意儿不对劲儿，照这么卖下去，一个月亏6000，咱家那点底子扛不住。谁让你真卖7块5的？脑子呢？先低价把人拢住，等林峰那小子彻底没了念想，咱慢慢往上涨不就行了？爸，你早说啊！你以为你爸当年做了20年村会计是白干的？哎，批发价又涨了，没办法。林东，你这不对吧？之前说好的7块5呢？大娘，你去市打听打听，现在生猪什么价？我要不是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，这肉我直接拉城里卖12都有人抢。老嫂子，
多少钱买的？哎，问你话呢。你自己去看。来1斤。林东，这肉不新鲜。不新鲜你别买呀，去找林峰买去。哦，对了，他不干了。疯子，我打了你20多个电话，我换号了。我知道你换号了，我找你师傅老陈要的新号码。村里现在猪肉涨到10块了，跟我没关系。李大爷上礼拜想买2斤排骨炖汤，林动要价12，老头舍不得买，回去煮了碗白菜豆腐。我不是来替谁求情的，那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，他们做的不地道。但李大爷、王奶奶他们几个老人当年是真心实意对你好过的。赵叔，我知道，李大爷对我好，王奶奶对我好，我都记着。但那天在场的也有他们，我不怪他们，人上了年纪容易被带节奏。但要我回去继续摆摊儿，不可能了。那这样，村口往东300米有块空地，我给你协调一下，你换个位置接着干，离林动那个摊子远着呢，互不影响。赵叔，谢你的好意，但我不是跟哪个摊位较劲，我是想明白了，靠卖猪肉吃别人的白眼儿，这条路我走到头了。那你接下来打算干啥？赵叔，咱村后山那片荒山，3年前说要招标承包，是不是一直没人接？你要那破山干嘛？我自有妙用。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你要在后山养猪？跑山猪散养，吃野草、山果、红薯藤，配合发酵饲料，养殖周期比普通猪长4到6个月，肉质完全不一样。你哪来的钱？光修路就得好几万。我自己有7万多，路不用修太好，先推一条能过3轮车的土路就行。围栏用山上的杂木自己砍，猪舍也自己搭。种猪先买10头，年底前扩到50头。你想好了？那地方连个鬼都不愿去。上次村里老周想去采蘑菇，回来小腿被蛇咬了一口，在卫生所躺了3天。我想好了。800亩荒山，按照之前的挂牌底价，1年租金6000。你要签几年？10年。10年？你小子！先付2年的，剩下的按年付。养猪在那破山上，他是不是卖猪肉把脑子卖了？随他折腾，我还巴不得呢。等他把钱全砸进去，亏得裤衩都不剩，看他到时候求谁去。那地方连路都没有，猪运进去都费劲儿，他拿什么养？拿脸养。嫂子，听说了没？林峰包了后山那片荒地，说要养什么跑山猪。这孩子是真犟，犟得跟头驴似的。那片山连种地都嫌差，能养出什么好猪？怕是连蚊子都比猪多。明天猪肉涨到10块5。爸，再涨下去没人买了。不买他们去哪儿买？镇上来回2个小时，谁受得了？你爸当年管了20年账，这叫垄断，懂不懂？爸，还是你行。听说林峰在山上跟野人似的，胡子拉碴，晒得跟块炭一样，可不是嘛？我上次去山脚下捡柴火，远远看见他在刨土，一个人嘀嘀咕咕的，我看那是呆傻了。能不傻吗？那破山上连手机信号都没有，他一个大活人天天跟猪住一块儿。我说句不好听的，这孩子打小就犟，他爸当年也是这脾气，犟得撞了南墙还嫌墙不够硬。人家好歹自己干自己的事儿，碍着你们什么了？哎呦，你心疼他就嫁给他呗。哥，你这养的是猪还是耗子啊？咋一个个瘦的跟猴似的？哎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昨天咱村那个猪肉摊生意可好了，10块5一斤都得排队买。你猜怎么着？都是回头客。哈哈哈，没意思。这什么破路！疯子，你记住，猪肉好不好吃，3分看品种，3分看饲料
4分看水，水好的地方养出来的猪，肉里那股子甜味是饲料调不出来的。石斑鱼对水质极度挑剔，能养活野生石斑鱼的水源，这水到底有多好？你这水从哪儿取的？各项指标比市面上卖20块一瓶的矿泉水还好，丝含量特别高。知道了，谢谢。太好了，简直天助我也！红薯叶子猪爱吃，构促果实蛋白质高，再加上山里遍地的板栗和橡子，天然的淀粉和油脂，这些东西城里的养猪场花钱都买不到。我靠，回来！你跑什么跑？我这是救你的命！早这样不就完了吗？刘叔，辛苦了。我这辈子走过最难走的路，就是你这条路。小林，你这猪养得不错，毛色好，精神头足。我干了30年兽医，散养猪能养成这样的不多。刘叔您客气了，我就是笨办法，勤观察，勤打扫，出了问题赶紧处理。你打算怎么卖？还没想好。你这种品质的跑山猪，别往菜市场送，浪费了。城里那些高端酒楼，1斤猪肉上桌价能卖到60、70块，你直接供货给他们，价格翻几倍不是问题。这主意真不错啊，老刘。你们可得争点气。65、66、67、67，少一头。你再跑，炖了你！我跟你们说，后山那个林峰养的猪，我干了30年兽医，没见过那种品相。那肉切开之后，纹理跟大理石一样，光看着就流口水。后山跑山猪，小王，帮我查一下蔡渠村后山有个养猪的，叫林峰。我1000多块的鞋呀，周哥，要不回去吧？这地方也太偏了，都爬了一半了，你让我回去？跑了大半个省，7、8个养殖场，不是品种不行，就是太工业化，跟菜市场的没区别。老周，我跟你说个地方，那猪肉的纹理跟大理石一样，奇怪，不臭。毛色乌亮，体型匀称不虚胖，四肢有力。这些猪经常跑动，圈养的猪眼神发呆。这批不一样，这股精气神儿，笼子里养不出来。找谁啊？我是省城周围山珍楼的采购经理，姓周，刘书一介绍我来的。上面坐。林老板，叫我林峰就行。还没到被人喊老板的时候。行，林峰，我直说，我们山珍楼需要长期稳定的高品质猪肉供应。本省跑了2个月，你这儿是我最满意的，但光看外表不够，我得验货。你要尝肉？对，等一下。油脂在舌头上化开，不腻。这个鲜不是调料的鲜，是肉本身自带的一股甜。那里脊呢？紧实但不柴，纤维细腻，这弹性。你这猪喝的什么水？山泉。怪不得。
我在青山乡蔡渠村后山找到好东西了，对，散养黑猪，水源是山泉，不是那种挂羊头卖狗肉的，是真的好，价格还没谈，你等我消息。谈谈。你出个价，整只猪按斤卖，我不卖整猪，分部位卖，五花、排骨、里脊、梅花、后腿、棒骨分开报价。走整猪价是对不起这些猪的。敢不卖整猪，要求分部位定价的养殖户，要么是真有底气，要么是不懂行在瞎吹。但刚才那3块肉，行，你报，比普通猪肉贵了3、4倍，但山珍楼一道农家小炒肉卖88，猪肉成本才10块不到。换成这种品质的跑山猪肉，菜价降到120甚至150都站得住，利润空间不但没缩，反而在放大。量呢？1个月能出多少头？目前存栏60多头，第一批出栏大概下个月15头左右，之后逐月激增，半年内稳定在30头以上。15头不够，我们一家店1个月至少8头，集团省城3家饭店加起来24头。你还有别的客户吗？暂时没有。这样，我跟你签独家供货协议，前3个月你有多少我要多少，价格按你报的来，但第4个月起每月不等于20头，能做到吗？能。但有个条件，说，预付款，每月出货前1周先打30%的货款到账，剩下的货到结清。成交。在后山啃了大半年的红薯稀饭，总算看到尽头了。没白干。赵叔，这才刚开始。这人愿意花多少钱买你这猪？按这个价，1头猪的利润顶我在村口摆摊卖2个月的。你小子，哈哈！一整天才卖了23斤，反正这帮老头老太太也不懂行。哟，哪来的大卡车？听说是去后山拉猪的。拉猪？林峰那些猪有人要？不光有人要，据说省城大酒楼专门派车来拉的，1斤肉的价格顶咱们买3斤。爸，你知道林峰那批猪卖了多少钱吗？多少？6位数。15头猪，1个月，咱们卖1年猪肉不够人家1车的零头。这事儿先别往外说。说什么呀？全村都知道了。那辆冷链车那么大，停在山脚下，恨不得半个村子都看到了。林峰，下个月能不能加到25头？城南分店刚开业，你的猪肉一上菜单，翻台率涨了15%。周哥，猪又不是萝卜，拔一拔就能长，品质我不会放水。你就不能多买几头种猪？买了，上个月进了8头母猪，但从配种到料产崽到育肥，整个周期少说10个月。你让我变不出来，哎，好吧。林峰，有个事儿跟你商量，我们李总想上山来看看，方便不？来呗，路还是那条烂路，让你们李总穿双胶鞋。你这水确实好。检测报告在木板房里，你要看我去拿。不用，结果不会骗人。40万，入股你的养殖场，占10%，专款专用，扩猪舍修路，再进30头种猪。入了股，我的养殖方式你们管不管？不管，你怎么养是你的事儿。我只管买，但有一条，品质不能掉，掉了，我随时撤资。行。谁家修路？林峰，后山那条路，说是要拓宽成能过大车的。大爷，你走错了。兄弟，你这山搞得不错，我那村也有一片山头，没人要。你以后要是扩张，可以考虑。再说吧，先把这一片搞好。30头，1头不少。
爸，这活我不干了，不干了！你当初自己跳出来说7块5一斤的时候那个劲头呢？谁知道你表哥脑子比你好使？谁知道你连卖个猪肉都卖不明白？谁知道你连你表哥一根脚趾头都比不上？老张，急啥呢？家里灶上炖着东西，先走了。下午3点半，你炖什么东西？林峰那块承包地手续齐全，谁也别动歪心思。不动承包地，那就只有另一条路了。你明天去找你表哥，跟他服个软，看能不能搭上他这条线。找他干嘛？他那猪卖20-30块一斤，咱哪怕帮着跑跑腿、送货，也比你卖那个破猪肉强。爸，这也太丢人了吧！丢人？你嫌丢人，当初就别站出来抢人家摊子。现在脸都丢完了，你跟我谈丢人？这才几个月，你找谁？哥，好久没来看你了。哥，我是来给你道歉的，之前的事儿是我不懂事儿。还有呢？啊？说完了，就一句道歉。你从山脚走上来就为了说这一句？哥，我想着咱毕竟是亲戚，你这边生意做大了，要是缺人手的话，我也能。停！林动，我问你3个问题。第一，当初抢我摊子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早上4点就得起床吗？第二，你说7块5一斤的时候，你算过成本吗？第三，你往猪肉里注水，拿隔夜肉掺着新鲜肉卖的时候，你想过那些老人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吗？你回去告诉林建国，我林峰的摊子他抢得走，但我林峰的山他蹭不上来。林峰，你别太绝，以后有你后悔的时候。你就是曾广民啊，大河村的。我老婆赶集听说你这儿招人。第一，怕不怕猪？猪有什么好怕的？第二，能不能吃苦？苦我吃了半辈子了。第三，愿不愿早起？5点行不行？4点半。行。比工地的集装箱强多了。上手比我想的快，有帮手了，该腾出手来做正事了。3家加在一起，刚好把产能吃满，但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。小伙子，这猪肉你在哪儿卖？暂时不零售。不零售，那你摆出来馋我们？姐，我是想问问，要是有这种品质的猪肉，价格比普通猪肉贵1倍，你买不买？多少钱一斤？20到30，看部位。贵是贵了点儿，但这味道，过年用来招待亲戚绝对有面子。你要是能送到镇上，我每个月买个3-5斤没问题。兄弟，你这猪肉是啥品种？我做了10年水产，没闻过这么香的猪肉味儿。黑猪，跑山散养的，喝山泉水长大。那你这确实得卖贵点儿，好东西贱卖那是糟蹋。好东西贱卖那是糟蹋，这话说得对。连摆了3个吉日，消息一传十，十传百。林老板，你的猪肉能不能放我店里卖？我给你留一个专柜。可以，但有3个条件：第一，标价我定；第二，不拆包装，不改日期；第三，当天没卖完的必须退回来，不能隔夜卖。你这要求够多的。行，试1个月。我卖的不是猪肉，是一座山。这座山值这个价。疯子，你赶紧下来一趟。
怎么了？林动在村口贴了几张告示，说你的跑山猪有问题。谁写的？林动一大早贴上去的，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。上面说的违禁木药和注水，有任何一个人亲眼见过吗？没见过，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你是猪吗？啊！让你贴告示的时候，你怎么不动动脑子？人家有畜牧站的报告，有公章，你那几张破纸算什么？不是你让我去搞他的吗？我让你想办法，我让你用这种蠢办法对付他了吗？收入在涨，支出也在涨，利润率4成，看着高，但架不住规模扩张的速度。钱不能只从一个口袋进，猪肉深加工、腊肠、风干肉、肉酱、品牌化、注册商标、设计包装、直播逮货，商标申请已经递上去了，风岭黑猪的包装也做了。这条怎么搞？有的拍得不错，几十万粉丝，人家能做，他用做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不请人，自己拍。我叫林峰，在山上养猪，这是我的猪，喝山泉水长大的。才300多，不行，再来。你能不能消停2分钟？哈哈哈哈！这头猪是成精了吧？朴实无华的养猪人。博主，你的猪肉在哪儿买？有戏。行，你是大哥，行了吧？3个礼拜破万，再2个礼拜破5万，11天20万。疯子，给你带了个人。谁？李大爷家的孙子，李小康。李大爷托我来说的，这孩子在家待久了不是个事儿，他爷爷放不下面子，自己来求你。你看，让他留下吧。啊？不用说了，赵叔，当初李大爷给我留排骨的时候，什么条件都不谈。他孙子来找活干，我也不用谈什么条件。峰哥，你这成本核算也太细了吧？连每头猪每天喝了多少水都记着？不记怎么行？你不记，你就不知道一头猪的产出和投入到底差多少。干养殖跟干工程一样，靠的是算账，不是靠感觉。骑了50分钟到镇上超市，花9.9块买了斤里脊肉，再骑50分钟回来。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。大爷，多的那块不算钱，奶奶拿回去吃，不要钱。他在村口摆摊儿，用着咱们的地，对大家好一点，不是应该的吗？应该的。现在想想，那2个字有多荒唐。小伙子，你帮我问一下林峰，这个猪肉过年能不能卖我几斤啊？峰哥，村里一个大娘让我问你，想买几斤猪肉过年？哪个大娘？就那个说话声音挺大的那个。孙大娘。你跟她说猪肉卖的，但过年期间供应紧张，线上已经排到正月15了。她要是真想买就排队，价格跟线上一样，不打折。30块1斤，他怎么不去抢？小伙子，你帮我买5斤五花肉，钱我先给你。峰哥不给他便宜点啊？你看我给谁便宜过？400单，5个人，1整夜。老板，歇歇吧。
别叫我老板，叫名字就行。行，林峰，你今年回哪儿过年？哪儿也不去，就这儿。就你一个人？山上有猪，有水，有信号，够了。我爷让我带给你的。你也舍得把这个给我？他说让你过年吃。大爷，好香！慢慢吃，锅里还有。赵叔，新年好！新年好，明年继续干。3个村，你打算怎么搞？先找大河村，老葛不是说他们村也有一片山头吗？让他帮我约村里的干部出来坐坐。那另外2个呢？把模式跑通，大河村成了，其他村主动会来找我。林老板，你看，800多亩，跟你们后山差不多，有水有林子，就是路比你那边还差。水源在哪儿？往里走300米有个水潭，常年不干。带我去看看。合作养殖，你们村出场地和人工，我出技术、种猪和销路。猪养出来之后，我统一收购、统一品控、统一销售。你们只管养好猪，其他的不用操心。收购价多少？活猪收购价15块1斤，普通生猪收购价才6到9元1斤，这个价你不亏吗？不亏。按我的养殖标准养出来的跑山猪，零收能卖25到35。我赚中间的品牌样价和渠道利润，你们赚养殖环节的利润，大家各拿各的，谁也不吃亏。干了！第一个成了。林峰生了，那头花脸的母猪生了14个，活了几个？13个，有一个太小了，没保住。脐带处理了没有？保温箱放了没有？都弄了，按你交的来的。行，我下午过去看看。这窝不错，母猪后续的营养得跟上，购草叶子和红薯分开喂，别混一起，消化吸收的效率不一样。这头公猪有点上火，嘴里起了酒疮，单独关2天。饲料里加点蒲公英和鱼腥草，山上有的是，自己去采，别喂太干的东西。之前那3瓶水检测结果出了，水质合格，但丝含量比后山泉水低了1个档次。大河村的猪肉品质会差一点。老板，林峰，山上来了2个人找你。谁？不认识，穿西装的，说是什么绿谷农业的。你找我？林总您好，我姓陈，我们是省绿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，听说您这边做的不错，专程来拜访。绿谷农业，省里排前5的农业企业，规模化养殖和农产品加工，年产值好几个亿。什么事儿？说。林总，您在这片山头做的跑山猪生意，在省城圈子里已经有名了。我们董事长王总专门关注了您的抖音号，对您的养殖模式很感兴趣。王总的意思是，能不能谈一谈合作？绿谷有完整的冷链物流、加工厂和销售网络，覆盖全省6个地级市。如果跟我们合作，您的猪肉可以直接进入我们的分销渠道，量能翻10倍以上。什么形式的合作？第一种方案，绿谷全资收购您的养殖场，您留任厂长，年薪加分红。第二种方案，绿谷控股51%，您保留经营权，但品牌统一归绿谷旗下运营，首期注资120万。不卖。林总，价格可以再谈。不是价格的问题，我的山，我的猪，我的品牌，不进任何人的盘子。你们的分销渠道覆盖6个市，那是你们的事儿。我的猪1个月出多少头，我自己清楚。我要是产能跟不上你们的渠道体量，品质一定会掉。品质一掉，
风岭黑猪4个字就不值钱了。林总，那如果没有如果，辛苦跑一趟，喝杯茶，歇歇脚，聊别的可以，这事儿没得谈。林总，生意场上没有永远的单打独斗，绿谷在这一带还会有动静子起来，你一个人扛不扛得住，得想清楚。200万，去年这个时候，我还在数9000块钱能撑几个月。200万，蔡徐村任何一个人都不敢想的天文数字。设备跑了2趟省城才买齐，加上安装调试，总共花了18万。李文远追加的30万，到这里基本用完了。盐的比例是 3.5%， 糖 1.8%， 花椒和辣椒的量你自己尝着调。灌完之后挂在通风处晾7天，再用果木熏12个小时。温度控制在60度以下，不能高了，高了油脂会渗出来，口感发柴。老板，万一做砸了怎么办？砸了就重来，头3批都是试做，不卖，等口味稳定了再往外推。怎么样？比我老婆做的好吃。这话你别跟她说。峰哥，这个要是挂到网上，得卖疯。疯子，这味道绝了！我媳妇儿说，要是能买的话，一次买10斤。心里有底了，但腊肠不急着上线，还要等品控稳定、包装定稿，最关键的食品生产许可证。章程上说15个工作日出结果，实际跑了40天，补了3次材料，改了2回车间布局图，换了一套排水方案。不算难，但磨人。你这个车间建的比镇上那几家食品厂还规范，规范不规范的东西进了人嘴里，马虎不得。你听说了没？绿谷要在石门镇搞养猪场，打的旗号跟你一模一样，散养、跑山、生态。我看了他们的招商 PPT， 连山泉养殖的说法都从你这儿搬的。搬就搬呗，他们有那个水源吗？那倒不一定，但他们有钱、有渠道、有团队。你一个人拿什么跟人家规模化企业比？周哥，你吃过工业化养殖出来的猪肉，也吃过我的猪肉，你觉得绿谷那种模式能养出我这个品质？理论上不能，但消费者不全是行家，价格一低，营销一猛，市场是会被分走的。那就让他们分，市场大得很。省城加下面第10市，一年消耗多少万头猪？我一个月出几十头，连个水花都不算。我不跟他们抢量，我只做品质最好的那一节。高端市场的客户吃过好东西就回不去了，这个你比我清楚。也是，不过你还是得留个心眼儿。绿谷这个公司做事不太讲究。林峰是吧？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说你那边养殖污水直排，按程序我们得上门来看一看。你这2天方便吗？随时方便，你们定时间。匿名举报，上次贴告示是白纸黑字，蠢。这一次换了个聪明的法子，走官方渠道。刘叔，帮我个忙，上次你给我做的体检报告再复印一份。最近一次的兽药使用糖账，你那边留底了吧？留着呢，怎么了？有人举报我污染环境，我怕来了之后顺带查别的。行，我给你准备好。林峰，你得罪谁了？谁知道呢？赵科长，这是猪舍建设的原始图纸、排污沟施工记录、每月的粪污处理条账、堆肥区位置标注图，还有畜牧站历次的检测报告，全在这儿了。疯子准备的比我当年迎接上级检查还细致。一流口接的是农田浇灌渠，不走细流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你这套排污系统是自己设计的？网上查的资料，加上省农科院发的一本散养猪场环保指南，照着改的。你这个做法在我们检查过的养殖场里头属于上游了，镇上那几个养鸡场都没你这么规范。林峰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举报信上的措辞挺吓人，又是严重污染，又是危害饮水安全。但我实地看下来，
感觉跟举报的描述不太对得上。当然，最终得看检测数据说话。赵科长，我就一个要求，检测结果出来之后，不管合格不合格，麻烦给我一份正式的书面报告。这是正常程序。行，做了5个月，终于敢卖了。峰哥，还需不需要帮忙？我也能搬。你的活是看猪，别跑这凑热闹。大黑昨天又跑出围栏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林峰，结果出来了，溪水上下游水样指标正常，你下游的水质跟上游基本一致，没有检出超标污染物，沉石的处理效果也达标，土样同样没有问题。结论是举报不属实，我们会出具正式的书面报告，你来所里取就行。另外，举报人那边我们也会回复调查结果。环保检测结果出来了，全部合格，举报不属实。我就说你没问题。对了，我打听了一下，绿谷在石门镇那个项目上个月刚开工，进了500头种猪，他们的市场部已经开始铺推广了，打的是省级龙头企业出品这张牌，价格比你低20%。品质呢？没见过实物，但500头种猪，你觉得他们能做到散养跑山？那个密度最多就是开复式圈养，加点运动场，挂个生态的名头。我家那口子蒸了年糕，硬让我给你带2块上来。疯子，有个事儿我本来不想说，但你心里有数，比蒙在鼓里强。举报的事儿，我侧面打听了一下，信不是林动写的，他那个文化水平写不出来。但举报信是从林建国家的打印机打出来，村里就1台打印机，在林建国家那个杂物间里，还是你以前留下来的那台。前段时间打印机密盒用完了，林建国去镇上买了个新机盒，收银小票被他随手扔在路边了。镇上就那一家文具店卖这种型号，时间对得上。那台打印机是我花300块买的，走的时候没来得及搬。另外还有一件事儿，上礼拜有个外地人在村里转了一上午，问了好几家人，打听后山养猪场的情况。绿谷的人上个月来过一趟，我拒了他们。他们跑到村里打听什么？不知道，但我猜他们也找了林建国聊过。让开！你是猪里面最不省心的一头。林峰，你得降价或者加大推广力度。这帮人就是来抢你市场的，你不动手就是等死。不用。什么叫不用？你看看这销量。周哥，你让李总也别慌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绿谷那个猪肉你尝过吗？还没有。你去买2斤回来尝尝，用白水煮，尝完之后再给我答案。绿谷的猪肉我尝了，不难吃，但跟你的比差远了，就是比菜市场那种稍微好点，跟你的根本不是一个级别。好东西不怕比，让他们卖他们的。买过我猪肉的人会自己做判断，买过他们猪肉的人也会做判断，最后市场会替我说话。左边绿谷，右边枫岭，白水煮的，你们自己看这颜色。绿谷的跑山猪跟枫岭的完全没法比，这差距也太大了吧！回购枫岭了，便宜没好货是真理。好东西不怕比。218， 223，下一头。咋样？行不行？能卖，但不走枫岭黑猪的牌子。为啥？品质差了一个台阶。我自己山上的是1等品，你们这批是2等，1等和2等混在一块卖，等于自砸招牌。单独给你们出一个系列大和黑猪，价格比枫岭低15%到20%，走终端市场。你别不高兴，活猪收购价我还是按15块给你结，一头猪你能赚多少，自己算算。太浅了，今天就改，不改下一批我不收。这个饲料全部倒掉。林峰，我长了霉的饲料喂猪，猪不死也得病。我给你们定的规矩是什么？饲料密封、防潮、离地存放，这些基本功做不到，下一批我拒收。喂，林峰是吧？我是竹溪村的，姓陶。听说你在大河村搞合作养殖，我们村也想参加，行不行？你们村有山地，有水？有，
我们后面有个水库，水质没检测过，但水库边上鱼多得很，山地有500多亩，没人种。你是村干部？我是村长，我最近忙，过几天去你们那儿看看。先把水样取好，矿泉水瓶装3瓶，取水点标明位置和日期，我要先看水质检测结果。好，一定办到。7月，林动的猪肉摊关了，不是被人关的，是他自己关的。整个6月，他一共卖了不到300斤猪肉，刨掉批发成本和邮费，净亏800块。哟，摊子不摆啦！早该不摆了，摆了大半年，把好好的一条路给糟蹋了。要是林峰还在，咱们跑什么镇上啊？妹夫，是我，能不能给动儿安排个活儿，哪怕是仓库管理员也行。哥，不是我不帮忙，林动之前在我这儿干过2个月，你忘了？迟到早退不说，还跟仓库老李吵了一架，差点动手。我这边几个老员工都知道这事儿，再把他弄来，我没法交代。那就算了。赵德福找了乡里拨了一笔款，把村口到山脚那段路重新补了一遍，理由写的是乡村产业道路升级。这路不就是给林峰修的吗？路是村里的公共资源，谁用都用得着。枫岭是请客吃饭的面子肉，大河是自己家里天天吃的实惠肉。你这是高低搭配，牛逼！分开卖是唯一合理的做法。你这批猪饲料里加了什么？我把水库边上的蒲公英和车前草打碎了掺进去。我看你那边用鱼腥草，我想这2样应该也行。这个人可以培养。8月，线上粉丝突破50万。峰哥，有个粉丝说要来山上看大黑。看大黑？大黑又不是动物园里的。他说他是从广东专程过来的，大黑的粉丝。什么叫大黑的粉丝？这画的挺像。你笑什么？没有，峰哥，我说个想法，要不咱们搞个大黑的周边，文化衫、冰箱贴什么的。我看好多网红宠物都这么搞。你先出个方案，成本预算做出来，我看看。好嘞。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比刚来的时候变了不少，话多了，主意也多了。4含量不及后山，比大河村高了15%，水量充沛，4季稳定。林总，我代表全村感谢你。我们村穷了30年了，你是第一个跑到我们这穷旮旯来投资的。别叫我林总，叫林峰，而且不是投资，是合作。你们养好猪，我负责卖，各凭本事。2个已经落地了，第3个在哪儿？还在看。林峰，有事说。洞子的事儿，我知道你不想理他，你要告他你去告，我不拦。我打电话不是替他求情，他做的那些事儿该他自己兜着。我就是想跟你说，当初摊子的事儿，我做的不对。我知道了。走吧，开饭了。我老婆怀了2胎。多久了？2个多月。你回去陪她吧，请1个礼拜的假。不用那么久，3天就行。家里有我妈看着。3天，不是身体扛不住，是心里过不去，觉得欠着工资在家闲着是件丢人的事儿。又跑了。距离生产大概还有20来天，你是不是每天半夜偷跑出来偷吃？走，回去。你200多斤了，知不知道？峰哥，你这遛猪呢？围栏西败角的缺口是不是你补的？大黑从那儿钻出去的。我补了。你补的那个洞能挡住1头200多斤的怀孕母猪。我这就去加固，马上。这些碎肉头扔了可惜，不然做成辣椒酱试试。做1瓶来看看。你以前在家做过这个？做过，我婆婆教的。她说好猪肉做的辣酱跟普通猪肉做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
你婆婆说的对。峰哥又断货了500瓶，全清零了。急什么？做食品不是流水线出零件，一天就那么多产能，让买不到的等下一批。可评论区骂咱们了，说咱们搞饥饿营销。骂就骂，你告诉他们手工做的，一天就100瓶，不接受催。催的统一回复：猪还在山上跑，不着急。求求了，我等1个月都行。博主，你考虑招人吗？我可以去山上帮你做辣酱，包吃包住就行。大黑同意吗？一头猪的讨论度比我本人还高。林峰，有个姓陈的今天来我们这儿了，说是什么绿谷公司的。他找你干嘛？收猪，活猪18块1斤，比你出的价高3块。18块，绿谷做事确实有章法，我给15，他们直接加到18，每头猪多出600-700块的利润，对小两只户来说，这个诱惑不小。老魏，你怎么想的？我没答应，但老李和小胡他们2个好像心动了。老赵呢？老赵没表态，说等等再看。老魏，你跟他们说一句话，绿谷不会只来一次，他们第一次开18，等把你们绑上了，下一步就是压价。而且他们收猪的标准你清楚吗？品种要求、饲养方式、药残检测，这些他们提了吗？没提，就说活猪按斤收，不挑。不挑。500头猪的规模化企业，收猪不挑品种，不挑养法，你信？你转告老李他们，想走的我不拦，但咱们签了合同的，合同期内跳的话，违约金自己承担。合同到期之后，爱卖谁卖谁。行，我明白了。这个条款当初是我特意加的，不是为了讹人，是为了筛掉那些心思不定的。喂，刘主任。喂，林总。绿谷的人到你们村收猪的事儿，我跟你说一下情况。林峰，我跟你说实话，18块确实比15块香。我站在村里的角度上，哪个价高我支持哪个，你不能怪我。我不怪你，但你帮我了解一个事儿，绿谷那个陈经理跟你们提过品控要求吗？后续的技术支持、疫平防治这些，他们有方案吗？你去查一下绿谷在石门镇的那个基地，上个月出了一批猪，发到省城之后被2家酒楼退了货，肉质跟宣传的不一样，这事儿不难查。好，都尝尝。这个确实不太一样。看纹理，我们的脂肪分布均匀，切面有明显的大理石花纹，绿谷这块纤维粗，脂肪层不均匀，这不是散养跑山猪该有的品相。小胡，你想去卖绿谷的，我不拦你，但你想清楚一件事儿，绿谷今天给你18块，是因为他们想搅我的局。等我这边的供应链断了，你觉得他们还会给你18？到时候压到12、10块，你不卖也得卖，因为你的猪除了他们没人收。我跟你们几个不打感情牌，就说商业逻辑。枫岭和大和2个品牌现在在省城的口碑已经立住了，消费者买的是什么？是信任。这份信任靠什么建的？靠品质稳定。你们一旦跳走，品质标准谁来保证？绿谷那套工业化的东西套到散养猪身上，1年之内出不了像样的成果，到那时候市场砸了，不是绿谷倒霉，人家有几10条产品线顶着，倒霉的是你们这帮小养殖户。我不走，我也不走。那价格能不能往上提一提？从下个月开始，收购价从15掉到16块5，但有个前提，品质检测的标准同步提高，每月抽展2次，不达标的按2等品价格收，严重不达标的退货。行，散了，回去好好养你们的猪。有些仗不用自己下场打，让子弹飞一会儿就行。14头生了，活了13。吃点吧，炖一宿了。你这面下的比你刚来那会儿好多了。在山上待1年多了，不进步也说不过去。你老婆那边怎么样？我老婆怀了2胎，挺好的，4个月了。峰哥，来人了！你就是林峰？我是。你哪位？进来坐吧。种猪的选择标准是按体重还是按血统？饲料里的粗纤维比例你控制在多少？猪瘟和蓝莓的免疫程序是怎么排的？你准备了多久？看了你的视频之后，又找了10几本养猪的书，看了2个月，但书上的东西跟实际差得远，有些看不懂，有些我怀疑是写错了。以前搞过养殖，养过鸡，
干了2年，赶上贫酉感全赔了进去。你那个水源是天然溪流还是地下水？溪流，从山顶一个泉眼下来的，流量不大，但1年4季不断。水质检测了吗？检了，报告在文件袋最后那页。锶含量比竹溪村低一档，但够用。你们村养殖户有多少？目前愿意干的有6家。6家太多了，先挑3家。大河村的教训告诉我，宁可少2个合格的，不能多一个凑数的。你那6家里哪3个最靠谱？老周，52岁，以前当过泥瓦匠，手上做事最细。小赵，30出头，家里穷但人勤快，天没亮就起来干活。还有刘嫂，46，她一个人拉扯2个孩子，从来没跟人借过钱，这种人最扛事儿。这样，下个礼拜我去石坎村看一趟，水源实地确认没问题的话，合作可以谈。条件跟大河村一样，种猪我出，技术我教，销路我包。猪养好了按16块5收，达不到标准的降级或退货。林峰，你放心，我老郑搞砸过4、5次了，这一次不会再砸。这人行。我从来不凭第一印象下结论。你吃的生态猪肉真的生态吗？看新闻了吗？绿谷这回麻烦大了，他们省城3家超市的货架已经开始撤了。看了，石门镇那个基地据说要停产整改，之前被他们分做的客户会回流。我估计下个月你的线上订单量至少涨30%。涨了我也没货给你，产能就这么多。你就不能着急一回吗？急有什么用？猪的生长周期在那儿摆着，我宁可让客户等，也不会为了赶产量降标准。绿谷怎么倒的，你刚看见了，就是因为产量上去了，品质跟不上。饲料没问题，水源没问题。把这3头单独隔离。老刘，竹溪村出事了，3头猪腹泻、食欲下降、口腔溃疡，你赶紧来。初步判断，猪传染性强肺炎，传播速度快，如果不控制，3天之内能感染整卵。散养猪一旦发生传染病，控制难度比圈养的大10倍。猪白天在山上散开跑，接触范围广，隔离都来不及。该怎么处理？第一，发病的立刻隔离，已经做了。第二，全群紧急接种疫苗。第三，猪舍全面消毒，饲料饮水里加电解多群。第四，最重要的一条，查软染源。这病不会凭空出现，要么是新引进的猪带毒，要么是外部接触了感染源。最近有没有外面的猪进过你这个区域？没有。哦，上个礼拜有个事儿，隔壁王家养了2头土猪，不是咱们合作的那种，他自己家散养的。有一天他家猪跑出来了，在猪舍外头转了一圈，我赶走了，没进来。没进猪舍？没有，但是那头猪在饮水槽旁边喝了口水。饮水槽共用水源就是这个传染途径。王家那头散养猪没做过任何防疫，他喝了一口水，病毒就通过水源传到了整个猪群。3头发病，意味着更多的猪已经被感染了，只是还在潜伏期。第一，从今天起，猪舍周围50米不允许任何外来猪进入，围栏外面再拉一道警戒线，用石灰画白线也行。第二，跟隔壁王家谈，他家3母猪必须做防疫，不同意的话，让他把猪关起来，不能再散放。第三，饮水系统改造，原来的开复式水槽全部换成封闭式饮水器，我回去订货，3天内送到。林峰，这事怪我没看好。怪不怪的以后再说，现在把猪稳住是第一件事儿。如果这次不是3头，是13头呢？如果不是竹溪村，是后山自己的养殖场呢？这些东西全部建立在猪不出事这4个字上面。林哥，今天这批辣酱打包好了，等你确认数量。防线得加厚，不管多远的瘟疫，挡在外面的成本永远比感染之后再治的成本低。血样结果出来了，病毒载量低，属于轻症感染，疫苗接种及时，全群基本建立了免疫屏障，没有新增病例。林峰，这些措施搞下来，每个养殖点1年得多花1万多块吧？我出一半。你出一半，猪出了问题，损失最大的是谁？是我，品牌砸了，合作关系全断。这笔钱不是我请客吃饭，是我给自己买保险。你这个人啊，该抠的地方1分钱掰2半花，该花的地方眼都不眨。跟你合作心里踏实。少拍马屁，你那批猪下礼拜出栏，赶紧把数据报上来。怎么了？
我爷摔了，股骨颈骨折，要多少钱？我妈说手术费大概4万多，加上住院和康复，总共得5、6万。你手上有多少？不到2万。不够。先拿去用，不是借你的，是预支你明年的工资。签个字就行。曾广明那边预支过一次，格式一样。峰哥，医生说钢板打上了，挺顺利的，就是术后得住院观察，至少2个礼拜。行，你安心陪着，山上的活有人干。峰哥，那3万……废什么话！你爷现在能下地了没？还不能，医生说得3个月以后才能慢慢走。那你在那边多待几天，等他能坐起来了再回来。石看村距大河村35公里，最后3公里连碎石都没铺。来了，路不好走吧？比我当初后山那条还烂。这水可以。养过猪没？小时候家里养过。养过，最多的时候养了5头。没有，但我能学。小兵这孩子肯吃苦，在部队当了3年炊事兵，杀猪剔骨的活干过。炊事兵、杀猪、剔骨，跟养猪是2个方向，但起码跟猪打过交道。行，猪舍选在哪儿了？排污沟的方向得改。你现在画的这条往东走，正好会到溪流里，晚星回就看得出来。得往南偏15度，在下面挖个残电池。竹溪村上个月出了一次事儿，就是防疫和水源管理没做到位，这个教训你们记着。石坎村的条件比竹溪村好，水质好，人也靠谱。郑德明这个人搞砸过4、5次了，但犯过的错他全记着。这种人最难对付，因为他不会在同一个地方摔2回。那种猪什么时候送？猪舍建好之后，我估计得1个月，急不得。可以。我量了3遍才下的线。这个杆径不对，你留的是4水管的位置，得换成6公的。封闭式饮水器流量需求大，4水管供不上20头猪同时饮水。妈的，这水比冰还冷！骑摩托带下山，送去赵德富家。得嘞，这份等会儿我给老刘送过去。前腿、后腿灌腊肠，五花肉腌咸肉，排骨留到年30炖汤。林峰啊，今年大河村4个养殖户一共出了123头猪，全部达标。你答应的年终奖，初6之前打到你们账上。每户多发2000块的质量奖，2000？合同上没写这个呀？合同没写，我自己加的。你们4家今年没1头退货，这个钱该给。饮水器运向1个月了，还有问题没？没了，一点毛病没有。对了，隔壁王家的散鼠猪也关起来了，村里出面协调的。行。猪舍进度怎么样了？主体完工了，内部设施还差一些，年后开春就能装完。种猪的事儿我安排了。第一批15头从我山上出，年后路通了给你送过去。行，林峰，过年好。过年好。喝吧，今年过年比去年强。确实比去年强。你过年不回去啊？老婆快6个月了，我让她去我妈那边了，我回不回都行。在山上守着猪，不能没人管。林峰啊，大过年的上来给你拜年。林峰，有个事儿跟你说说。你表弟林栋年前在村里跟人干了一架，打的是刘家老二，你知道为什么不？不知道。刘家老二嫌他猪肉贵，
林动现在卖五花肉23一斤，你以前卖多少？15、23。你走了以后，它涨了3回，头一回18，第二回20，年前直接蹦到23。镇上超市的冷猪肉才17、8块。那村里人不会去镇上买？年轻人骑个车就去了，那些70、80岁的老人呢，腿脚不利索的呢，来回12公里的路，你让他们怎么跑？只能在村口买林动的。你就林建国也有份，在后面撑着，说什么全村就一个摊子，爱不买。李大爷就是李小胖他爷，摔跤之前还跟林动吵过一回，说他坑人。你猜林动怎么说的？怎么说的？嫌贵别吃，你外孙在山上跟林峰干活，让林峰送你2斤得了。刘家老二怎么跟他打起来的？刘家老二买了3斤排骨，回去一看，底下垫了半斤肥膘，找回来理论，林动不认账，2个人就动了手。刘家老二年纪大了，没打过，脸上挂了彩。报警了吗？没有。刘家老二觉得丢人，后来林建国出面压了一下，赔了200块钱了事。林峰，你现在做大了，村里那些事儿你不想管也行，但那些老人确实可怜。不是不想管，是还没想好怎么管。这小东西劲儿真大，指甲盖差点给我掀了。按住后腿，别松手。林峰，山脚下来了2个人，说是你亲戚。谁？一个50多岁的，一个20来岁的，那个年轻的挺横，在大门口嚷嚷着要上来。让他们在山脚等着，我下去。什么破路啊！舅，什么事儿？大过年的，来看看你。初12了，年过完了。哥，你现在不是搞什么跑山猪吗？听说做的挺大的。我琢磨着咱们是一家人，能不能合作一下？你山上的猪肉匀个100-200吨给我，我在村里卖。是这么个意思。你那个猪肉平气也出来了，放在村里卖，大家伙都能买到好东西，你也多了个销路，不吃亏。什么价收？15块。15块。我供给酒楼是32，线上零售均价45，你要我15卖给你。那你说多少？没有多少，不卖。林峰，你这话说的。舅，去年你们把我从村口摊子上挤走的时候，可没跟我谈什么一家人。那是那时候的事了。再说了，摆摊卖猪肉谁摆不是摆？那个位置又不是你一个人的。对，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所以我走了。我多说一句，你现在卖23一斤的五花肉，底下垫肥膘，被人抓了还动手打人，这种生意你自己觉得做得长久？你少管我的事儿。我不管你的事儿，你也别来管我的。行了行了，不愿意合作就算了，犯不着撕破脸儿。你这个厂子搞得不小啊，承包费不少吧？一年多少钱？舅，没别的事儿，我上去了，猪等着喂。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早晚。预制菜这块瞄准的是城里不会做饭但想吃好肉的上班族。林峰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林动在村里放话，说你山上的猪是用药催大的，不是什么跑山猪，都是骗人的。不光嘴上说，还发了朋友圈，拍了你山上的照片，配文说什么所谓生态养殖就是个幌子。你就在下面点了赞，还评论了一句都是自家人，知根知底的。造谣的成本太低了，一张照片加一句话就敢往外放，连个证据的影子都没有。但偏偏这种东西最难缠，辟谣的成本是造谣的10倍。赵叔，你帮我做一件事儿。你说，让村里转那条朋友圈的人别删，截图留着。留着干嘛？证据。周哥，林动在朋友圈造谣说我的猪是药催的，我不跟他打嘴刚仗，你帮我联系省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，我要做一次全面的第三方检测。你这是要花多少钱？全套检测少说得1-2万，花。就因为你表弟一条朋友圈？不是因为他，是因为品牌到了这个阶段，第三方背书早晚要做。他给了我一个契机。后台有没有收到关于猪肉品质的质疑？目前没有，评论区一切正常。怎么了？盯紧点儿，如果出现集中性的负面评论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不要自己回复，不要删，等我指令。赵叔，再帮我一件事儿，林动那条朋友圈的照片，看看是什么角度拍的。照片是从上面往下拍的，能看到半个猪舍的顶屏，角度像是在上山的路上拍的。去年10月装的监控，本来是防偷猪的，没想到先派上了别的用处。猪舍随便进，饲料库房敞开，水源检测点你们自己选，采样数量自己定。村里70岁以上独居的老人有多少户？11户。从下个月开始，每个月初5，我给这11户每家送5斤猪肉，
不收钱。你说什么？11户，每户5斤，1个月55斤，从我自己山上出，这部分开支我自己担。那你一个光送猪肉就得搭2000多块钱，搭得起。你是因为林动涨价那个事儿？我以前在村口卖肉，那些老人照顾过我生意，我走了之后，他们买不到便宜肉了，这个事儿一直欠着，该还。行，名单我给你列。玉米和豆粕的比例按6比2.5来，剩下的用麸皮和预混料补。舅，有事吗？林峰，网上那些你能不能让人撤了？什么东西撤？就是那个报告底下那些评论，骂林动的那些。他最近被人堵到摊子上拍视频了，生意没法做了。那些评论不是我发的，也不是我安排的，网上的东西我管不了。你管不了？那个视频不是你发的？报告是我发的，评论是网友自己写的，跟我有啥关系？林峰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林动在朋友圈造我的谣的时候，你点了赞，你还评论了一句都是自家人，知根知底儿的，这个我截图留着。不回复就是最大的回复，所有人都看见了。这位是省城和兴楼的采购总监，姓陆，陆志强。老陆，这就是林峰。和兴楼，省城排名前3的高端中餐馆，人均消费600起步。陆总，周国胜的山珍楼在他面前差了不止一个档次。这水不错。品种是什么系的？饲养周期多长？出栏体重控制在多少？土检是自己做还是送定点？问的专业，不是外行来套话的路子。林峰，我就直说了，和兴楼想跟你签一个长期供货协议，黑猪、五花、里脊、排骨每周供货一次，每次50到80斤，要求品质稳定，每批抽检，不达标的整批退货。价格方面比山珍楼的供货价上调15%。我带他来的，还让他抢我的价格优势。周哥，林峰的产能上来了，不差你这点儿。再说了，我们的客群不一样。32上浮15%，36块8，每周65斤，1个月将近1万，数字不大，但和兴楼3个字值钱，省城前3的高端中餐，品牌溢价能再抬一个台阶。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，和兴楼的菜单上用了我的猪肉的菜品，标注产地来源，写明选用枫岭黑猪。大多数供应商巴不得隐身，怕出了问题被追诉，主动要求标注的，要么是对品质有绝对信心，要么是脑子有问题。行，我回去跟厨师长商量一下菜单的呈现方式。臭小子，你知道和兴楼的陆总多少人请都请不来，是他自己看了你那个检测报告视频找上我的。替我谢谢他。你自己谢。下回你进城送货的时候，去和兴楼吃顿饭，我请客。你请客？在和兴楼，人均600，得，我收回，各付各的。15头全部适应了，饮食正常，精神状态好得很。别高兴太早，前3个月是蜜月期，困难在后面。等到配种和怀孕阶段，需要操心的事儿翻4倍。你让他们3个把我发过去的技术手册看完，尤其是防疫那一部分，必须背下来。大河村、竹溪村、石坎村，合计养殖户11家，存粮总数超过300头，加上后山本部140多头，总存粮接近500。这不是终点，但现在还不是铺开的时候。
五花18斤，梨稳15斤，排骨29斤，62斤，1斤都不能差。峰哥，你那单子都看8遍了。第一单出了岔子就没第二单了。这门口停的车比咱整个村的家当都贵。车贵不贵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里面吃饭的人认不认咱的肉。我摆了3年猪肉摊儿，见过的厨房没一个有这么干净的。货到了，帮我叫一下老赵。肉色正，没腥味儿。老赵不夸人，他没挑毛病，就是最好的评价。62斤，单价36块8，合计2281块6，账期月借，每月1号出对账单，5号前付款。第一批先按60斤走，后面客户反馈好，我会加量。菜单上标了没有？字再大1号就好了。你还嫌字小，别的供应商藏都来不及。我不藏，字儿越大越好，谁吃了不满意，直接来找我。3200，峰哥，这比咱山上那台贵了好几倍。山上那台手动的，1分钟封1包，这台1分钟8到10包，快6倍。这台要了。李小康这活干得漂亮。12万，去年8月开号的时候，第1条视频播放量137，7个月没花1分钱投流，全靠内容。省电视台啊，那不是好事吗？上了电视，咱的猪还不得卖疯了？现在存栏500头，供2家餐厅加线上订单已经吃紧了。周梅的预制菜产量还没跟上来，这时候上电视，订单爆了，交不出货，砸的是自己的牌子。那什么时候上？等产能翻1倍再说。老魏，什么事儿？林峰，我这边有个情况，你得来看一下。什么情况？王老三家的猪有2头拉稀，拉了3天了，今天开始不吃食了。其他几家呢？暂时没有，就王老三那2头。隔离了没有？还没。你说什么？拉了3天没隔离？王老三觉得是小事儿，吃坏肚子了，喂了点药。喂了什么药？他自己买的土霉素。你现在马上把那2头猪转到隔离栏，其他所有猪的饮水食仓全部停用，清洗消毒之后再恢复。我2个小时以内到。小芳，我林峰，大河村王老三家2头猪高热腹泻3天，你同步赶过去，带采样设备。烫手。另一头呢？也烧，40度8。我以为就是吃坏了。蹄部水泡，口腔喂养，高热腹泻，这个组合口足热。这2头猪最近接触过外来的猪没有？上个礼拜我从镇上买了2头土猪，想扩栏。买回来做隔离观察了没有？没。那2头储猪呢？第一，王老三私自外购储猪，不经隔离直接混群，违反合作协议第6条。这2头储猪不在我的供种和诊疫体系内，来源不明。第二，
这2头病猪的症状高度疑似口蹄风，我不是兽医，不能确诊，等小芳来了采样送检，但现在必须按最坏的情况处理，全场封闭消毒，限制人员流动。你家的猪、刘家的猪、陈家的猪，今天开始全部加强温检，一天量2次体温。第3，如果确诊，王老三这2头外购组织和2爪染猪必须扑杀，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扑杀4头猪啊，那得亏多少？你当初要是做了隔离，1头都不用死。不是最烈性的，但传染性强，处理不好会扩散到整个村。样品送检，结果多久？2天。这2天我不回山上了，住你家。确诊了，口味风2型。其他几家？只有王老三那4头，其他没事儿。第1，王老三违反合作协议，私自外购渡主，造成疫情风险，按协议扣除本季度质量保证金2000元。扑杀的4头猪，外购的2头族女，王老三自己承担损失。另外2头成年猪是我供种的，我承担1半，补偿王老三1500元。第2，从今天开始，所有合作村的养殖户未经我书面同意，不得从任何外部渠道引进生猪，种猪繁育、籽油供应全部由枫岭公司统一调配，违反者终止合作。第3，全员补课，防疫手册重新学一遍，下个月统一考核，考核不过的暂停供种。林峰，那1500你真给？说了给就给。我那2头炖猪是贪便宜，镇上有人卖300一头，我一琢磨，300一头的猪你也敢买？市场价800，300块的猪不是病猪就是来路不明的。你养了2年猪了，这个常识还要我教你？猪圈封闭这21天，你把防疫手册抄一遍，手抄，下回我来检查。46页，手抄。老陈，大河村的事儿我跟你说一下。郑德明，大河村出了口蹄病，王老三私自外购赌猪没做隔离。我丑话说在前面，防疫是底线，底线碰了，谁来了都不好使。林峰，你要不要考虑搞一个统一的兽药采购和防疫服务？各村各户自己买药，自己打针，水平参差不齐。不如你这边配个专职的防疫员，定期下村文检，费用各村分摊。这个建议，我以为是明年的事儿，你觉得现在能搞？大河村这个事儿说明一个问题，你的猪再好，饲料再好，技术再好，底下养殖户自己作妖，一个人就能把整条链子拽断，你得在链子上加个扣。行，这个事儿我想一下，下个月给你回话。老曾当了20年兽医，这事儿交给他最合适。问题是，他现在一个人顶3个人的活，要他兼防疫温检，得再招1个人，又要花钱。1到4月净利润14万6，石坎村前期投入8万，设备升级2万3，加工车间改造1万5，手上能动用的现金不到12万，得撑到年终石坎村第1批出栏回款。林动不卖猪肉了，你知道吧？不卖了，上礼拜开始就没出摊了，亏不下去了呗。你那检测报告一出来，大家都知道他那肉差几个档次。村里年轻人宁愿骑车去镇上买冷鸡肉，也不买他的。还有件事你可能不知道，你每月初5给老人送肉，影响大得很。李大爷上回在村口碰见林动，指着他鼻子骂了5分钟。李大爷，83那个？对，说他缺德带冒烟，卖个肉都能坑人，活该干不下去。林动站那儿一声不敢吭，你跟83的老头吵架，传出去更丢人。赵叔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你说。
蔡奇村如果有人想跟我合作养猪，你觉得能行吗？你打算在蔡奇村也搞合作养殖点？后山那片坡地，水源有，植被有，离我这直线不到3公里，打通一条路，后勤成本比大河村和竹溪村低得多。条件是够，但你得想清楚，蔡徐村是你自己的村子，你搞得好了，嫉妒你的人比外面多10倍。我知道。还有林建国，他虽然消停了，但人还在。你要在蔡徐村搞事情，绕不过他，绕不过就不绕。行，我回去帮你摸个底，看看有没有靠谱的人家。2到3下就行，能吃苦，听招呼的。哥，绿谷那个牌子彻底倒了。绿谷倒了，省城高端猪肉市场空出一大块。那些消费者不缺钱，缺的是信任。还有和兴楼最近好多客人点名要风岭黑猪红烧肉。陆志强问你下周能不能加工到80斤？45头7200斤，和兴楼加量到80斤1周，1个月320斤，得从批发渠道抽，批发20出头，和兴楼36块8，同样1斤肉，差价15块。告诉陆志强，下周开始供货提到80斤。那批发那边减，优先和兴楼、山鸡楼，其次线上零售，最后才是批发。同样1头猪，卖给谁赚得多，先供谁。你好，我找林峰。我就是。我叫张凯，从隔壁乡过来的。我在抖音上关注你半年了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跟你学养猪。一帧一帧截图放大，做到这个程度，不是随便看看的。笔记记得不错，但视频里的东西只够入门，真要养猪，光看视频学不会。你回去吧，把你们那边的条件写一份材料给我，水质、土壤、坡度、面积，离最近公路多远，有没有电，写清楚了发到这个号上，然后等通知。我现在手上合作村够多了，不急着扩，但你这份材料我会看。林峰，我不是来白学的。如果能合作，我出人出力，前期亏损我自己扛，赚了钱再分。行了，先把材料交上来再说别的。你要是会写字，我让你也交一份材料。你这个6万8怎么算的？参考你之前视频里提过的数据，按你后山猪舍的规模缩小1/3估的，少了。你没算防疫投入、排污处理和运输成本，加上这3项，起步至少9万。你手上有多少钱？4万2，打工3年攒的，差一半。你先回去，这个事儿我要实地看过才能定。你那边的条件纸上写的再好，到现场一看可能完全两回事。什么时候去看？6月中旬之前，具体时间我通知你。这个人有一个别人没有的优势，他穷，但他知道自己穷在哪儿，不在数字上骗自己。成本预估虽然少算了几项，但已有的部分，没有一个是拍脑袋编的。能不能合作，是另一回事。这是蔡徐村的孙成才，以前在镇上开过饭馆。这位是方秀英，也是蔡徐村的。林老板，利润率大概在什么区间？回本周期多长？
合作协议里责任怎么划分？做过生意的人知道该问什么。为什么想养猪？孩子要念书，光靠地里那点收成不够。林建国知道这事儿吗？我没声张，但蔡徐村就这么大，孙成才那个嘴巴又藏不住话，你得有心理准备，用不了几天就传开了。传就传。你再不加量，我得把黑板换成 LED 屏了。下月起，后山6月出栏12头，大河村20头，主溪村15头，石坎村还得等47头，7500斤左右。光这3个渠道就吃掉2650斤，占总产能5%，批发渠道继续压缩。哥，拼多多月销稳定300单，客单价62，淘宝还在爬坡，抖音小店卡在食品流通许可的资质上，还得补材料。对了，省电视台那个编导又来了，这回不是留言，是私信，洋洋洒洒300字，说想做一期新农人专题。他们做过类似的节目没有？我查了，去年做过一个叫《山里来的味道》的系列，采访了10几个返乡创业的人，省台农业频道播的，播放量不算大，但口碑不错，没有乱剪辑搞噱头的毛病。你怎么看？产能虽然还不够，但咱们不是在卖现货，品牌曝光是为了后面3个月、半年之后的订单铺路，等产能到了再上电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你先跟他对接，问清楚拍摄周期、播出时间，内容审核留不灵经我们。如果他们能给我中选权，至少是技术内容的中选权，可以谈。中选权？电视台能答应吗？你先提，他不答应再说。谈判这个事儿，起手都往高了要。老曾，林峰，好消息！老陈改良了饲料，在你给的基础上加了本地一种野生构树叶，打碎了拌在料里，猪的采食量提高了8%，状态也更好。构树叶，他自己试的。我知道，配广明就有新配方。让他把配方和数据整理一份给我，如果复核没问题，这个方子可以推广到其他村。老陈这个人话少，干活实在，还有琢磨劲儿。当初竹溪村选了3家养殖户，他条件最差，猪舍小，资金少，就他和老伴2口人。但半年下来，他的猪养得好。有些事跟条件没关系，跟人有关系。6月中旬，该去看看了。听说没？林峰那小子要在咱村搞合作养殖。真的假的？谁说的？孙成才老婆说的，还能有假？林峰，手伸到我蔡徐村来了，你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？赵叔，举报什么？第一，环保不达标，粪污直排污染水源；第二，合作养殖涉嫌非法集资；第三，占用集体林地，没经过村民代表大会同意。镇里什么态度？王镇长让你下周1去镇里谈一趟，语气还行，不像要收拾你。第3条有没有道理？有，集体林地辨别用途确实需要村民代表大会2/3同意，这个程序你还没走。我本来就没走，连选址都没定，走什么程序？话是这么说，但林建国先把锅盖扣上了，你去了把事情说清楚就行。环保养殖行业的万能武器，手续再齐全，有人举报就得查，查就得停工，停工1天的损失我算得出来。老曾，排污许可证、环评报告、粪污处理设施验收表全部找出来。去年县环保局检查出的达标通知书，原件在不在？在不在？在，锁在铁柜子里。拿出来，下周1我去镇里要用。小康，公司的合作协议模板、所有养殖户签字的合同扫描件、保证金交付记录全部导出来，打印装订，按村分册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该出的事儿你别管，把材料备好就行。
来吧。林峰啊，坐。有群众反映你的养殖场存在一些问题，镇里按程序要了解一下情况。王镇长，我都知道了，材料我带了，您要看哪个我给您哪个。环保这一块从材料上看没有问题，当然，镇里还是会安排人实地核查一次。随时来，提前1天通知我，我安排人对接。第二个，关于合作养殖的保证金问题，每个养殖制户签的合作协议，保证金的性质、收取标准、退还条件都有明确约定。保证金是质量保证金，不是投资收益金。养殖户不参与分红，合作期满无质量事故全额退还，跟集资没有半点关系。第三个事儿，有人说你要在菜渠村扩建养殖点，占用集体林地。我目前没有任何在菜渠村建设养殖点的计划，只是前期调研，了解村里有没有适合发展养殖的条件和意愿。调研不涉及任何土地使用，也不涉及集体资产处置。但有人反映了问题，该走的程序还是要走。实地核查安排在这周4，你配合一下。没问题。各项指标均在达标范围内，你这个厂子管得规范。我做农业服务12年，乡镇一级的养殖场能到这个标准的，一只手数得过来。1个半小时，后半程简直是在受罪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快坐，我去倒茶。婶子别忙，我喝不了多少。甜的，没杂味儿。这股泉旱季断不断？不断。我从小到大没见它断过。冬天水量小一些，但不会停。这项泉水是2亩多的平整台账。坡底建猪舍和饲料仓库，空间够，到口建3.7公里，它的数据没错。你说的那条机耕路，走一趟。面包车勉强能过，货车不行。这条路要修，不修的话，饲料进不来，猪出不去。修路得多少钱？铺水泥太贵，少说15万。铺碎石压实，清排水沟，3、4万能搞定，能跑3吨以下的货车。路的事先放一放，我说说我的判断。你这个场地条件70分，水源好，坡度合适，植被够。减分点3个，路太差，离我本部太远，你手上的钱不够。前2个能解决，第3个我可以借。借谁的？我妈有个弟弟在深圳做小生意，能借3万，加上我的4万2，凑个7万多。不够，起步9万，你还差1万多，而且9万是最低线，不留余量，中间出任何意外就撑不住。我可以投一部分，枫岭公司出资3万，占30%的股份，你出人出力出场地，占70%。种猪由我这边供，饲料配方、防疫体系、技术指导全部接入枫岭的标准。出栏的猪统一走枫岭的渠道销售，你不用操心卖的问题。3万加我的7万，10万，够了，勉强够。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前半年没有收入，只有开支。你和你妈的生活费得从这10万里面挤。吃的问题不大，家里有地，种了粮食和菜。你回去写个方案，猪舍怎么建，围栏怎么拉，分几期投入，每一期花多少钱，写清楚。月底之前交给我，我审完了觉得行，咱们签合同。行。菜粗糙，盐放多了，但腊肉是自家熏的，土豆是地里刚挖的，饭馆里吃不到这个味道。小林啊，凯子这孩子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实在。你要是带他，他不会让你操心的。婶子，我看出来了。6月的风已经带热气了。
先不碰集体林地，用他们自家的宅基地和自留山搞，先把点位立起来，让村里人看到效果。等效果出来了，再上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集体林地的事儿，阻力比现在小10倍。这个思路我认。你婆婆同意？同意了，我跟她说了，她说只要能给家里多挣点钱，那块山随便我折腾。林芳，你舅那边不会再搞事儿吧？你管好你的猪就行，别的事儿不用你操心。紧张？有点儿，我这辈子没签过这么大数目的协议。金额不大，就是2000块保证金。我说的不是钱，我说的是这件事本身。方秀英，我跟你说句实话，养猪这个事儿前半年是最难的。你一个人带着孩子和婆婆，丈夫不在家，遇到问题没人商量，猪不吃食了，下雨猪舍漏了，半夜猪叫了，你一个人得顶上去。你想好了没有？想好了。想好了就行。下个月我安排曾广明来给你做猪舍建设的技术指导，你提前把场地清理出来。林峰，你最近生意不错。还行。我那个摊子的位置，村口那块地方，空着呢。你要是……我不摆摊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挽回面子。那个算了，没事。那天的愤怒和窝囊我记得清楚，扎在肉里的那种。但记得清楚，不等于放不下。那些东西不用放，它们自己会变成别的东西。老曾，你跟了我快2年了，从一开始10几头猪干到现在，你的功劳最大。3500对不起你的本事，从这个月开始涨到5000，值，那就拿着了。还有一件事，从下个月开始，你的主要工作转到防疫和各村巡检上，山上的猪舍日常管理，我再招一个人接。招谁？还没定，你有合适的人推荐没有？我有个老同行，姓钱，以前在县种猪场干过8年，前2年种猪场裁人，他现在在镇上打揽工，人靠谱，手上有活，就是年纪大了点，53了，能干活就行，让他来山上谈一趟。老钱，瘦了，你也没胖。坐，老曾跟你说了吧，山上日常管理、喂料、巡逻、屠宰配合、卫生清洁，活不轻松，一天10个小时打底，工资4000，包吃住，住山上，干得好半年后涨。我有个问题，问。我在县中场干了8年，出来后打了2年散工，53了，你不嫌老？你手上的活还在不在？在。那就不老，我这不看年纪，看干活。你明天能上工吗？能。不用看了，这人是老手。蔡徐村方秀英那边猪舍地基我去看了，他选的位置不太好，坡底有个暗沟，雨季可能积水。我建议往西挪15米，地势高一点。你直接跟他说了没有？说了，他说听你的，听我的，我又没去看。你是防疫员，你说的就是我说的。以后技术层面的事儿，你现场拍板，不用事事问我。是。猪舍建这里，上面是林子，下面是台地，通风好，排水顺畅，比你原来选的那个位置强。这个水我带回去测一下，如果没问题，直接引到猪舍，省一笔打井的钱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村里有人嚼舌头。你那个表弟最近在镇上超市送货，上回我去买消毒物，在超市后门看见他搬箱子，瘦了不少。跟咱们没关系，做好自己的事儿就行。 1年半以前，
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片荒坡。